同事们惊恐万分，在已经完全封闭的办公楼里四处逃窜，而我塞上耳塞，继续润色我第10个版本的 PPT。直播间的观众已经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点评。这个副本爆难，可是这届玩家不行啊，异能觉醒者都没几个。好像最厉害的就是那个会控火的光头了吧？但他似乎是新人。还坐在工位上那个应该是怎么回事？是被吓到站不起来了吧？这局说不定他第一个死。坐在工位上的只有我一个人，而我正在食指如飞的敲键盘。变成诡异的老板歪着断头，笑嘻嘻地走过每个工位。谁在摸鱼呀？谁在摸鱼呀？光头同事自是有异能，直接控火向老板烧来。下一秒，凄厉的惨叫声响起，光头的鲜血喷了一地。但凡没有待在工位上的人都死了。职场副本目前存活11人，今日死亡5人。今晚是平安夜。完工。老板，这是我为本次项目制作的方案，目前有3个版本，请您过目。试图逃走的、试图反抗的都无了，只有待在工位上的人暂时幸免于难。不过在所有人中，我是唯一一个镇定自若，还上交了3个版本方案的。断头老板明显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真的有人能热爱工作到这个程度，简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因为在我眼中，断头老板只是今天睡落枕了，被他杀死的同事只是被开除了，而我马花花卷生卷死，绝对是老板最棒的牛马。裁了我，那可真是裁到大动脉了。我有刷过类似的副本《绝命教室》，这类关卡的 BOSS， 只要你任务完成，质量高，就会让你活。楼上，但这类副本任务难度极大，只有变态能完成啊！马花花这次没死，绝对是侥幸。糟糕，以前如果我的方案很好，就可能被老板拿给自己的某个亲戚。果然，马花花啊，刚刚死了那么多人，你的衣服都溅上血了，你为什么不害怕？好紧张啊！我不敢看了。马花花人头不保。马花花，刚刚裁员那么多人，你隔壁工位的同事都被裁了，你难道不担心自己被裁员吗？我马花花热爱公司，100%认真对待每一次工作。对我而言，公司就是我家，老板就是我家人。我相信老板不会让我离开这个大家庭的。妈呀 ，boss 都不笑了，马花花要遭。他耷拉在脖子上的脑壳都摆正了，该不是方案太烂，把他气着了吧？不正常，这绝对不正常。人不能，但至少不应该。人怎么可以卷成这样？不错，再接再厉。身为员工就是应该眼里有活，能为老板分忧是我的荣幸。卷狗，恐怖如斯。又是牛马的一天，卷起来。如果 BOSS 白天没吃上人肉，晚上就会随机杀人。这个马花花真的好淡定，就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过恐怖副本一样。有没有人要压他赢？楼上还是太年轻，他锋芒太盛，哪怕自己能完成任务，被人暗害了也是白瞎。毕竟谁也不想自己晚上被 BOSS 随机抽中。旁边好几个玩家一直在悄悄打量他。早上9点，断头老板出现在办公室里。我们的团队在上一个项目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今天我们会举办庆功宴。对了，昨天有一位同事完美的完成了我布置的任务，马花花，这是给你的奖励，你会喜欢的吧？马花花好惨，明明超额完成了任务，为啥呀？说不定对于诡异而言，这种东西就是奖励，但对玩家就不一定了。这局马花花必死。其他玩家都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接近断头老板，吃下那块腐肉，下一秒就吐出来惹怒老板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眼中的根本不是腐肉，而是5人月饼。这都得谢谢公司对我的栽培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。断头老板看我的眼神中多了许多信赖。吐了！这是人有是真吐了？这人有异食癖吗？你好像对我的奖励有不满呢。嘿嘿，这可不是公司的好员工。那个马花花他也是玩家，你怎么不杀他？你凭什么不杀他？我靠，贱死了！怎么要死了还拉人垫背啊？早说了不要锋芒太盛，人性本恶，不得不服。而你污蔑同事，产能低下，你是玩家。
下一秒，男玩家的头空声落地，血又溅湿了我的裤脚，我食指如飞，恍若未闻。于是这几天，马花花这个名字在热搜上霸榜了。比如马花花什么来头？马花花卷王之王，这个副本的直播间更是空前火爆，已经开始有观众猜测马花花是不是觉醒了什么隐藏款的异能。我赌2毛，这个马花花绝对有异能，只是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。楼上2毛还是自己留着买厕纸吧。马花花有没有能力，应该有人知道了。别卖关子，快讲快讲，蹲！这组玩家里面有个小白脸叫齐恒，我之前看过他玩其他副本，这个人的能力很恐怖，叫绝对推演，能看破副本的隐藏规则和别人的异能。对，我也知道他是正儿八经的老玩家，路子很邪。姐，老板刚刚给你的啥呀？我看你吃的好香。是5仁月饼啊。姐，看来老板很重视你啊。我叫齐恒，以后多担待。这有啥？咱们老板不是总喜欢发这些东西吗？大家别客气，动快呀！别吃，这菜不对劲。领导都吃了，咱们为什么不能吃？咱们今天一共8个人，但桌上一共有15个热菜，7个凉菜，你没觉得太多了吗？而且明明是庆功宴，桌上却没有白酒，好像确实不对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热菜的数目应该等于总人数加1，凉菜的数目应该等于总人数除以2，而且这张桌子也超乎寻常的大，竟然一共有14个座位，每个座位上都放了碗筷和米饭。我靠，那空出来的几个座位上的筷子都是直直插进米饭里的，这是给死人的吃法。齐恒在跟马花花说什么啊？2个人都没有动筷子。你为什么不动筷子？你为什么不动筷子？你为什么不动筷子？老板，我看好像没有酒水，我和马姐去弄点酒水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姐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是我们现在在一个恐怖副本里，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你一定会死。这姐们不会压根不知道自己在恐怖副本里吧？楼上别放屁了，根本没可能啊！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你之所以不知道，是因为你觉醒了罕见的异能，你的异能叫超绝钝感力，作用是帮避掉一切副本中的异常景，所以在你眼中，一切还几乎和以前一样。你要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的异能叫绝对推演，可以看透别人的异能和副本的隐藏规则，但这些规则中会有一条是错误的。比如这次所谓的庆功宴，其实有3条隐藏规则。第一，宴会上坐了死去的伙伴不能动筷。第二，宴会缺少酒类，外出要酒可以获得10分钟安全时间。第三，上司让喝酒不能拒绝。就刚刚的情形来看，第1条规则是错误的，咱们没有动筷，差点就死了。你可以注意看，老板们都没有影子，这个是你的异能没办法屏蔽的。时间到了，记住我说的规则。你能看到的一切不对劲的地方其实都没问题，比如插在碗里的筷子和空出来的座位，相反你看不见的才有问题。凭这点加上我的能力，我们就能排除出正确答案。相信我，还没有我打不过的副本。救命！超绝钝感力，这是什么鬼出的技能啊！不是，齐恒就这么直白告诉他了吗？这姐是靠着无所畏惧才活到现在。所谓无知之无，知道真相后，他不就和普通玩家一样了吗？杯子一拿，事业发达；杯子一碰，黄金乱碰；杯子一响，黄金万两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高人指路。我在这里敬各位老板和同事们一杯，喝了这杯顺心酒，生活越来越富有。人怎么可以有种成这样？太熟练了啊姐，这是炫技式自杀吗？完犊子喽！我昨天才买了压马花花赢的彩票，楼上好惨。顺便一提，你怎么知道我压了齐人？玩家马花花获得副本隐藏奖励，免死金牌1枚。小马呀，说的真不错。还得是我马姐，太抽象了，这也行？都变成恐怖了，怎么还讲究酒桌文化这一套啊？老板们，我也敬你们一杯。
酒都不会喝，你心不诚。你不是我们的好员工小王，你是玩家。我有免死金牌，你们不能杀我！杀他，杀马花花，他才是狗腿子！罢了个根的，真是贱死了！这什么恶狗，抢了别人的东西还要反咬一口！恐怖游戏哪有公平正义可言？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度。赞成楼上，落后就要挨打。系统提示：职场霸凌已被消除，恭喜玩家完成任务。警告：免死金牌的使用权只在玩家马花花手中，请问马花花是否同意玩家王阳使用？马花花，不，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！我上有8世老母，下有3岁孩子，我不能死啊！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我错了。王阳，好熟悉的名字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，我妈生我难产死了，从小家里重男轻女，是外婆养大的我。从小到大，我拼了命的努力读书，上班挣钱，就是为了让外婆过上好日子。后来我加班的时候，外婆病危，本来想求老板给我几天假期。老板，我外婆病危，求您给我几天假期，我想去看看她。小马，作为同事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就算你去了医院，你外婆也不会立马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啊。现在是项目的关键时期，如果你留在这里，说不定还能为咱们公司多创造一些营收。你平常不是卷王吗？3好员工，你说对吧？小马，项目于是我失去了假期，也失去了外婆。我记得你，王阳。你记得我？正是因为记得，所以我才不可能让你活着。想跑，晚了。今天很反常，太安全了。按照常理来讲，在恐怖游戏里存活难度应该是与日俱增的。一个副本的持续期间是3天，也就是说，今天其实是最后一天。最后一天，真的会这么容易吗？既然今天没什么事情，不如留下来加班吧。妈呀，真是活久见了！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在恐怖游戏里主动要求加班。职场副本目前存活4人，今日死亡0人，今晚不是平安夜。在场所有玩家中，有一个女巫，一个怪物。女巫可以救1个人，怪物必须吃1个人。今晚所有员工必须留下通宵加班，不可以偷偷睡觉哦。没人通知我啊，那我应该是平民。哎，你说你算不算预言家？我的能力没办法看出来每个人的身份，但我也是平民。目前能得到的只有3条隐藏规则：第一，加班时间不要随便离开工位；第二，午夜过后公司会安排加餐，这是员工福利，请好好享受；第三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和之前一样，这里面应该有1条是错的。如果马花花和齐恒都是平民，那这2位必然就是怪物和女巫。我们商量好，前半夜一直待在工位上工作，到了半夜，若我能看见老板的宵夜，就说明第2条规则正确，反之则错误。以前加班也有送宵夜的，但从不是小孩。这群小孩脸色惨白，就像刚从坟里爬出来一样。能被我看见的异常，说明不是真的异常。第2条规则是对的。老板，您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话，可以在电话里跟我说的，不用非要单独去您办公室。老板，如果您是想问有关项目方案的问题，我建议您问马花花。这个板块是由他负责的，
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也应该是马花担责。我靠，马花花怎么总被针对啊？就因为她优秀吗？那老板办公都红得发光了，进去十死无生啊！隐藏规则第1条，加班时间不要随便离开工位。但如果是老板传唤，员工应该听从。我能看到办公室的红光，这恰恰说明老板办公室是安全的。第1条规则也是正确的。第1条和第2条规则都正确，那第3条，不要相信任何人就是错误的。这个副本虽然危险，但靠我和马花花的能力，胜算很大。马花花这种没权没势的土包子，救我一命，哼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大兔子病了，2套子瞧，3套子买药，4套子熬，5套子莫名死掉，6郎子抬，7郎子闷头挖坑，8号子埋。姐姐，你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唱？被刺者好寂寞，无可施，无所得。职场恐怖副本目前存活3人，玩家周霞死亡。今晚老板打电话叫人去办公室，不是随机抽取，而是轮流。周霞之后是我，我之后是齐衡，齐衡之后就该是杨丽了。没去办公室一定会死，去了也不一定能活，必须想办法自保。你也不想让这些照片流传出去吧？就算你活下来了，只要我把谣言一传，你猜大家会怎么说你呢？影响这么不好，你猜公司还会不会留你呢？对你这种女的而言，这简直生不如死吧。杨丽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已经知道了，你是怪物吧？我根本不是！别装了，现在你应该还有一块免死金牌，那些照片我设置了定时发送。如果我一会儿进办公室挂了，你也别想好活。现在把免死金牌让给我，我放你一马。杨丽和马花花怎么忽然打起来了？刚刚他们好像相互发了什么消息，发了之后就这样了。你妈，马花花好像要被掐死了，明明都快要通关了。杨丽，我不会放过你，害我妈生气。你他妈是不是男人？你帮那个土包子干嘛？死女人，把免死金牌给我！杨丽，我的电话为什么不接？优秀的员工应该保持手机的随时畅通。你不是我的好员工小杨，你是玩家。不是的，我们都是玩家。不，他们才是玩家。我好像要死了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自己想都没想就冲上去了。但马花花，这可是为了你，我还不想死，能不能救救我？怎么救你？我没办法救你啊。但你不是有免死金牌吗？那是假的啦，我拿不到这种道具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想问你，为什么要跟杨丽说我是怪物呢？杨丽哥们儿，我和一个娘们儿合作太憋屈了，咱们一起搞她。她是怪物，还有免死金牌，我就看不惯一个女的这么走运。不过她没想到，你只是想借她的手来一出英雄救美，好趁机拿到免死金牌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骗子，
下次选血包的时候可别再贪便宜了，这个有点假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可能没有下次了。我承认我是想从你手里拿到免死金牌，这样在下一个木本里的生存概率就能提高了。但咱们之前的合作也挺愉快的，不是吗？是我们2个人一起排除了隐藏规则里的前2条，确认了最后1条才是错误的。最后1条规则也是对的，你确实不应该相信任何人，更不应该相信我。而且，我暗示过你不止1次，也给过你活着的机会。不可能，我的能力不会出错，3条规则里必然有1条是错误的。你我都是平民，那杨丽和周霞就是女巫和怪物。周霞触发规则后死了，没有自救，那她就是怪物。杨丽是女巫，对我不会有威胁，只要活到天亮，我就算赢了。不对啊，杨丽是女巫，那她为什么不自救，还非要抢你的免死金牌？啊！在场还有1位女巫，1个怪物。职场恐怖副本正前存活人数1。你的能力其实是能查一个人的身份的，对吧？你查了我，我是平民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3条隐藏规则其实都是正确的，而这条信息才是错误信息呢？你说什么？齐恒，我既是怪物又是女巫，而且我根本就没有异能，什么超绝钝感力都是骗你的啦，这么抽象你都信，真可爱。我是死人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死人？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个副本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性。按照你的推理，我能看到的东西就一定没问题，我看不到的东西就一定有问题。那老板给的腐肉我也看不见啊，我不仅吃完了，还好好的哟。你再想想，你有多久没给我转述过广播了？可我有表现出来听不见的样子吗？作为本场副本的最终 BOSS， 我不仅给过你线索，还给过你机会。一开始在庆功宴上，你明知道你的3条规则中有1条是错的，还拿我的命来试错。你让我和你一起不要吃东西，实际上自己在发现诡异焰动的时候就悄悄吃过了吧？如果我是普通人，你拉走我又不及时，我就没命了。普通人有几条命让你折腾？你早就知道主动说祝酒词可以领额外奖励，但没想到被我抢先了，之后又给我下套，想让我心甘情愿把免死金牌给你。但是真不好意思啊，一个诡异怎么可能领到属于玩家的奖励呢？逗你玩罢了。你他喵的，一个从头到尾只靠骗术取胜的诡异能有什么能耐？我说了还没有我打不过的副本，你这个也一样。马花花，你一条贱命，怎么配挡我的路？之前真是给你脸了，对你态度这么好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、11个、12个、13个、14个、15个。对于玩家而言，我这个副本好像的确难了点儿，但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玩家都是我精心挑选的。我活着的时候被上司打压，领导抢我的作品写自己亲戚的名字，被前辈背刺。花花，别难过了，是金子被猥琐男造谣，声名狼藉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马花花，听说他跟经理有一腿。于是我死后把这些人全部请来玩游戏。从小在山里长大的我，其实沉默寡言，是一个真正的钝感超人。老板的暗示我发现不了，同事的挤兑我不知道原因，酒桌上更不知道怎么阿谀奉承。我只会像牛马一样默默加班。大家都说年轻人应该敏锐、有情商、有眼力劲儿，但不是懂得道理就能过好这一生。我知道内卷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资源分配不均产生的表象，但我没办法停下脚步。外婆还在医院里，我不想烂在人堆里。本来一直这样，好像也有盼头。但我倒霉的遇见了齐恒，他为了挣钱，当依托把我外婆骗到小诊所，用所谓的便宜特效药。外婆不想我那么辛苦，瞒着我偷偷在小诊所住了5天。我被迫加班，外婆的病却越来越严重，那些药质量不达标，害外婆猝死。黑诊所却为了掩盖痕迹，强行抢救尸体数个小时。我再看见外婆时，她肋骨断了，内脏碎了，尸体浮肿，早就不是我熟悉的样子。齐恒大概是不记得我了。是啊，像我这样的女孩，这个世界上太多了。直到我成为了恐怖游戏里的诡异，我发现拥有力量真是畅快，可以惩恶扬善，也可以仗势欺人。而且，即便我成为了 BOSS， 还是会有必须达成的杀人指标。游戏结束了。
职场恐怖副本无人生完，诡异取得胜利。请观众为这场精彩的游戏举杯，记得祝酒词哦。现在我正注视着你。原来是一场梦，你们也做了那个梦？是啊，是啊，真是太吓人了。大家一定是加班太累了吧？不好好休息可不行哦。你还说呢？公司最能卷的不就是你吗？可不是嘛，人称马花卷。你们打住吧，花花可是为了外婆的病才这么拼命的。外婆好些了吗？多亏了你推荐的药，很快就能见到她了。我看你比外婆还爱操心呢。马花花，快走啊！快走快走，马上要锁门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人没出来。哪儿还有人啊？该受的惩罚在游戏中已经惩罚过了，看着你们改过自新的样子，感觉真好。希望你们在余生里善待自己，善待他人，也希望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马花花了。永别了，我的朋友们。